舅母定是为舅父的事情来为难阿母，都怪孩儿无能，官职卑微，即便去求灵不疑，他也未必肯放过舅父。不如我今日就顶了罪名，只说是董舅父监守自盗，都是奉了孩儿的命，而后孩儿被杀头，换回了董舅父，咱们程家被抄家，换回了董家。太好了！哎呦，这个主意可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可真好啊！外甥是大官，便是犯过罪，皇上也会多加宽宥的，顶多呀，不就是罚钱了事。阿紫，我看不如就让外甥去顶了此罪。啊？毒妇，竟敢想害我的孩儿！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，竟说我程家必受亲眷牵连而致家宅不宁。老神仙的指示果然没错，我程家真的要亡在你手里呀！现在连二房的布庄都被查抄了，全是因为你们家一个个的都不是好东西。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推出去！谁敢把她放进来，我就砸断谁的腿！阿紫，是他自己说，闭嘴！是他自己说的好吗？哎，这话是他自己讲的。这便是阿母日日偏听偏信的结果。阿母被舅母这些人挑唆，认为他们才是好的亲的，而自家人呢，反倒被骗着欺着的。我与元一这些年血里活里拼着命的讨功劳，才有了我们程氏这样安稳的日子。难道这一切都要被董舅父的罪过给丢弃掉吗？不，不要，不要。老夫人在屋中坐了整整1日，说是不过来用膳了。阿母吃饭向来最为积极，不肯吃饭，怕是真的想通了。总算是消停了。多亏阿父将话说到大母心坎里去了。大母再偏心，也不能拿陈氏全族前程换舅爷性命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父母义士，与你何干？这不是还没吃吗？你大母不来吃饭，也有你的功劳。好，吃饭吃饭。阿父啊，我突然好生不舒服，怕是脾胃还未养好。娘娘像我，吃饭的时候听训啊，胃脏痛。圣人都说，饮食不训子。哪位圣人说的？娘娘啊，多吃些肉。前几日在庄子上饿坏了吧？多谢阿父。脾胃不好就要少吃肉，空空正好将养。你是阿母生的头一个孩儿，阿母怎么会不担心你呢？10几年，你通过寄回来几片竹简，阿母以为你杀敌立功有威风，哪知道过得这般苦啊！我倒是想给阿母写信，
可是阿母也不认字啊。我倒是不乐意让葛氏拆读我给你写的信。葛氏再不济，你不是也把人家的陪嫁都拿去补贴了萧家吗？他的嫁妆去哪儿了？我不知晓。但我诚实顶天立地，我再不济，也不会把地妇的嫁妆养新妇娘家呀。萧元一也是个二嫁妇，家败人亡，财产都抵卖光了。哎，你还这么稀罕他？我就是稀罕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想娶。儿啊儿啊，阿母最疼你和三郎了。可是你们俩自从成了亲，都只顾念着心腹，有话都跟心腹说，再也不理我这个阿母了。这男儿成家立室，不就该如此吗？便是100年以后，阿母与阿父同葬，儿子们也得跟媳妇同时而葬吧？哎，总不能咱们娘仨埋一块儿吧？切！哦，我明白了。阿母是羡慕我们俩成双成对儿。我羡慕你们。阿父过世的早，阿母甚是寂寞，而也知道。哎，阿母有没有看顺眼的人啊？若是有，改嫁何妨啊？我们做晚辈的绝不阻拦。你闹什么呀？我何时说想嫁人了？啊，你这孩子！阿母不必害羞，阿母为成家操劳，孩儿们都看在眼里。阿母若是要改嫁，儿子和弟弟们绝无二话。阿母若是生出新弟弟妹妹，儿子必视他如同父手足。我好，好啊。若是你先走了，我一定给你的心腹找一好人家嫁出去，到时候再生一群新孩儿。那不怕，我们元一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。你给我滚！你个不孝子！我今天非得打死你！你给我滚！你个哎呦，臭小子！你我瞧阿父给大母气，到底还是阿母棋高一筹啊！让夫君为自己而战，何必自己在大母面前张牙舞爪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算计？身为女娘，背后偷听闲话不说，还恶意揣度长辈，实在不像话。把手伸出来。从明日起，袅袅留在屋里抄读礼记，抄不完不许出门。可阿父说了，上元节有热闹的灯会，我10几年从未去过。万事皆由长辈做主，你就好好在家中习书即可。阿母是带着尺子上门来找我做主的。女公子误会女君了，女君带尺子来，并非为了打你。女君是心疼你的，只不过是在气头上，轻松再去劝劝她，啊。女公子，别难过了。有何好难过的？我又不在乎阿母如何看我。母慈子孝这种花本子，本就不属于我，既不曾拥有，自不会因为失去
而感到难过。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莫非让军姑给打了？阿母啊，眼红你我恩爱，我好心劝她改嫁，她还冲我发火。你说什么？你劝军姑再嫁？啊，有错吗？我看她近日火气太大，怕是阴阳失调。军姑打得对，我这应该再给你砸个对称的。当初我觉得儿郎能入仕，教养不好，小则败家，大则牵连全族。女娘哪怕刁蛮些，我们总能护得住她。况且战场刀剑无眼，也不想她随着我们受罪。可我没想到袅袅这惹事的本领，半点都不输儿郎。我真后悔，将孩子留给了葛氏，尽学了他一身的毛病。听墙角使把戏，看长辈的笑话，这哪一点是有教养女娘的习性？夫人稍安勿躁，消消火。既然葛氏没教好，咱们慢慢教便是了嘛。慢，这可慢不来。我若不教好，难道等他夫家去教？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何物啊？昨日家中烟囱不出烟，我觉得不对劲儿，我就请示了老神仙。这是你家袅袅啊，偷偷的将烟囱改造，装神弄鬼的吓唬军姑。他就是瞧准了军姑迷信，故意使坏。哦，我说呢，最近烟囱怎么坏了呢？咱家袅袅还真是聪明，这些都懂。你还护着他？若他是我手下的兵士啊，我直接给他拖出去打一顿军棍了。我瞧着袅袅的几身衣裳都不合身，你去我屋里把尺子拿来，量后再给她订几套更合体的。我知道夫人你是想弥补，想赶紧把她教好，但养兵还需千日啊，咱们才回来几天呢？当年我已经做错了一次选择，才使得袅袅变成了今日这般。我不能一错再错，放纵她会误了她终身的。这孩子我得管。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可从未见过。这簪子可真好看，还不止这些呢。女君心中记挂你公子，这么些年，但凡是见着，都想给你公子留着。
有几个字看着还挺眼熟的，这个仓，仓对吧？什么以教，什么子，还有几个眼熟的，是仓颉作书，以教后嗣。就是这个。幼子成诏，谨慎禁戒，10几个字，你才识得4个。咱们袅袅可真是聪慧，就该休了那毒妇。我们把孩子交给他，他竟教成这样。众夫人用心恶毒，女君学识渊博，她竟然令你公子成了睁眼瞎，对吧？哈哈，没事儿。阿父啊，以前也是睁眼瞎，不过有你阿母在了，你阿母的学识啊，别说在乡里，就是在整个郡县，那也是很有名的，对吧？其实也不能全怪二叔母，我的确不爱读书，可能是随了阿父。那就慢慢学。你阿父自小忙于农务，之后又四处征战，自而立之年才开始习文。如今朝政奏章，四处寻报，他已能够畅阅无碍。读书的事儿啊，来日方长。董家人快来了，夫人随我先去。袅袅啊，快去更衣，啊！这些书简都留下。家中出了如此大事，还有心梳妆打扮，倒让长辈们在这儿候着。往日里二叔母是怎么教导你的？二叔母往日曾说过，董姓亲戚与我毫无干系，也不必见。所以袅袅不知是该来，还是不该来。怎么与你毫无干系啊？你是我家女娘，正经母家人，为何不能相见？你少说几句吧。这除了小辈儿的女娘都比你大，少商来晚了，我们都没责备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三娘子到。泱泱见过大母，伯父伯母，阿母。你怎也来得这般迟？女夫子布置了许多功课，所以来得迟了些。这倒不是我自夸。泱泱虽自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可在舅父家时就好看书习字，不像有些个小女娘，成日里尽挂住贪玩胡闹，不肯读书，偏我是打也不行，骂也不得，真叫长辈们操心。阿父阿母，袅袅不爱读书，多亏了二叔母，从不强求我。二叔母还说，女娘嘛，日后记得郎婿的名字就可，学这么多也是无用，不必像我阿母这般能文能武的。你少扯这没用的蠢货！他若是散漫惯了不学好，将来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一般，被圣上发配到边疆去做苦力吗？哎，快扶我去看看！哎呀！
子，坐着干嘛？看热闹去。千万不要再做出什么糊涂事了，阿弟啊！好，还有，以后你们家人不要再上这儿来了。大郎官职要升上去，家里总要立规矩，总不能像乡下一样，什么山猫走兽的都往家里闯啊！真不要你了，你忘了？我说大母这平日依然会喝酒在地上耍赖，是跟谁学的？我怎么不管你了呀？我怎么就不管你了？家族渊源。嘘，莫要非议长辈，仔细大伯母听见了都要罚你。近处都有奴婢使坏，阿父在世的时候哪有这般光景的好日子？我怎么就对不起阿父了呢？哎呀！可是你过得比我更好。我就应该过得比你好。程家的好日子都是大郎血里活里拼出来的。你是董家子，我是程家父，咱们虽然是手足，但是拜的祖宗已经不一样了，知道啊？今天程氏全家都来给你送行，已经是天大的情分了。程家。就是你！这是程家，还容不得你在这里耀武扬威。程氏，我的这白眼狼像谁？小小年纪，出卖至亲，无情无义，都是随了你呀！这个是阿公在天之灵吗？可曾有查到许敬忠的消息？少主公，咱们的人在他的宅子外面守了好几日了，他未曾归家，始终下落不明。他可有任何家眷？无妻无子，孑然一身。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想要避人耳目，会选择何处？自然是自己最熟悉，其他人猜不出的地方。没错，人逢危难之时，通常会选择自己熟人之处。
所以董仓管才会躲去当年与陈老夫人相依为命之时所住的乡下庄子。这许晋中无妻无子，老家又在黄郡，所以在这都城之中，他最熟悉之处，除了自家宅院以外，就是打铁铺子。属下立刻排查整顿所有打铁铺。准。这个杀千刀的祸害，总算是走了。哎呀，害得我险些一口气没喘上来。你也是脑袋糊涂、蠢笨，怎么能拿大郎辛苦挣来的奖赏投葛氏布庄呢？赔个底儿掉吧。幸亏是有大郎和三郎是好的。我要靠着你们二房，我还不得喝西北风啊！阿母啊，三弟来信说过几日能回都城，今年可在家中过正旦。自孩儿起事11年，难得我们三兄弟能齐齐整整地团聚在阿母的膝下，也可好生热闹一番。这么多年呢，你们兄弟东一个西一个，阿母这心呐，就没囫囵个儿过。君姑，三弟两口子会在清县与宋儿少公会合之后一同归家，除了还在边关镇守的允儿小两口不能回来，我们一家人总算是真正团圆了。对，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子。哎呦，咱们程家好久没这么热闹喽。君姑，这一时之间哪腾得出那么多间屋子啊？啊，对了，之前不是说要给四娘子备件书房吗？我看她也无甚用处，不若先把那2间房腾出来给侄子们住。四娘子应该不介意把房子让出来给兄长住吧？可阿母说了，如今让我日日文书，这可怎么办？有心读书哪儿不是书屋啊？这也不过是应急之策罢了。弟父说的也没错，若真心想要读书，就算是马厩、草棚也能读。袅袅，不是让你每日在屋里温书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青葱，督促袅袅不背完书不许吃饭睡觉。其实四父也不反对，那我明日就令人将书房先收出来。我那可是2个宝贝孙子，怎么能挤在书房里睡觉呢？反正你没生儿子，二房拢共也没有几个人，不如你把主屋腾出来，跟大房换换。不行，君姑有所不知啊，这主屋也就是瞧着上好，实则年久失修，潮得很，住不得人的。你就赶紧修缮呐！你看正好还能赶上正旦，接我的宝贝儿孙们回家。怪来怪去，就怪我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，成日里就知道对着这些破书烂简发呆，倒让我个妇人在外冲锋陷阵。你们程家，长兄打仗为将，三弟读书为官，留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，今日竟连主屋都保不住了。这个恶心点子，他若是连主柴都换不来的话，还不如一把火烧了，拿得干净。我的书姐，阿父，哎呀，阿父，我的书姐，阿父，阿父，别着急，我来，我来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主屋本该就由长子长孙所有，只是大哥常年在外征战，主屋被我们占，现在我们还回去，也是应该的。你放屁！
这都1个时辰了，急救章的前10句可曾记住了？阿母，我饿了，可是没有力气学习了。阿母倒是觉得饿一饿，这脑子更清醒一些。哎呀，读书也不急在一时嘛。来来，娘娘，先垫垫肚子，吃吧。每吃一块多背5句。哎呀，夫人，娘娘之前受了这么多苦，夫人是否对娘娘太严厉了些？将军若是觉得我管教的太严厉，我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。以后女儿你自己教。你阿母教的对，常言道，慈母多败儿，严师才出高徒呢。你与你阿母好好学，日后定有出息。阿父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把点心拿走。他续伯记留你在家尽孝，那总该给我们点好处吧？若不是你身子不行，泱泱又何至于是个女娃？20余年，就因为无嗣，我在你阿母面前就从未直起过腰。本想过起腰根儿，也被四娘子给搅和了。现在倒好，好儿郎没我的份儿，这好宅子也没我的份儿了。你还说不是他大方欺人太甚啊？其实偏院也挺好的，阿父住偏院，读书还清静些。你闭嘴吧！你当我不知晓吗？每我发四娘子进食，都是你悄悄的去给他塞声，这才致使我拿捏他不住。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看看你们这父女情深的样子啊，一个孬，一个怂，怎么叫我赶上你们这么一对父女？我倒宁愿我生的是四娘子那个黑心肝的小混账。往日我不听二叔母的话，她就不让我吃饱饭。待我饿到头晕眼花之时，自然什么都肯听她的了。不曾想，如今回到阿母身边，照样是饿肚子。那你不爱用心读书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知晓楼为何能建那么高，车为何能行这么远，地里为何能种庄稼。我还想看看这世道的真实模样。这些圣贤道理，待我看过外面天地，回来再学也不迟。分明就是你懒怠贪玩，还巧言令色。你不想学圣贤道理，本就是你无理无德。你不想听人劝解，本是因为你性情睚眦必报。真当我看不出你的小心思吗？你举告董舅父也就罢了，还恐吓你大母，更暗中举告你的二叔母。这些年他们的所作所为我看不惯，娘娘举告他们，那是为陈氏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何错之有？错在你年纪轻轻，便行事不知天高地厚，竟视朝廷的生杀大事为儿戏，险些连累了陈家，还自诩聪明。若不好好教导于你，总有一日会做出天大的祸事，累及家人。乖乖的给我看书吧。被人欺负到头上也不还手吗？我若是任打任骂，早就被欺负到泥土里了。难道还要让我学你？费了面子，忍了10几年，如今连主目也被二叔母占去，装什么贤良大度？不对啊，
阿母的脾气，怎会任由二叔母骑到自己头上？二叔母，可曾歇息了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往后要住的院子。四娘子，不要以为你父母回来便有了靠山了，还胆敢上门来嘲笑长辈了。要不看看你那阿母，是否真与你站在一道，会为你出头？二叔母，看来我与阿母的好多琐事，你都甚是清楚啊。不错，我是派人跟着你们呢。哎，我就想看看你们这母女重逢以后啊，到底能有多少的情分？这现下看来，你们这母女情分也不过如此啊。既二叔母已经看出来了，我也不必遮遮掩掩。二叔母可愿继续住在主屋？你这是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？这是哪来的话？我阿母可是从沙场征战回来的，你若是硬碰硬，如何碰得过她？但若是二叔母你拿子嗣去说服大母，谁都说不准二叔母未来会不会有大母的孙儿呢？四娘子，此事还需你来提醒我。你会这么好心，站在我这头和你阿母作对？你是来诓我的吧？我有什么好诓你的？你也看出来了，只要我阿母不痛快，我便就痛快。二叔母，天色不早，娘娘回房了，二叔母早些休息。你知，我知。这小混蛋！哎呀！也算不枉费我的一番苦心教诲，终于给大房培养了一个好孩儿。君姑勿恙。屋子收拾好了。君姑，之前四父只说不愿累着我们，一家人住在后院即可，我这才勉为其难继续留在主屋的。这眼下又说侄子们即将归来，那须臾之间，哪有那么快理出屋子来的？人家跟你客套几句，你就当真了？大郎才是成家之主，你久住主屋不肯搬，岂不让外人笑话我们没有规矩吗？这也不是心腹不愿意搬，我是问过老神仙了。老神仙说，这主屋啊有利子息，四父住在主屋之时，这子嗣多旺盛啊，可得了3个儿郎呢。那你住了好几年也没见你旺啊。是，我自问不如四父会生养，只求君姑还念在二郎的面上，可怜可怜他。年过而立之时，人膝下无子。这旭伯嘛，膝下子息旺盛，
自然是不信这些鬼怪胡说了。那我们这些命苦之人，君姑，还是要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嘛。那紫希望上有什么呀？大郎屋里不就3个儿子吗？我又不嫌多。老神仙的话也未必真准。若非当初轻信于他，我也不会将袅袅留下。这么多年，无人管教。老神仙说的怎么不准？我的身子骨恢复，多亏了老神仙。是，我觉得老神仙说的有道理。既然主屋望子嗣，那2房就继续在主屋住着吧。是，君姑，难不成地父一日不生出儿子来，他就可以一日不搬？对呀，子嗣为大。君姑，我今日在此起誓，若一日不能为陈家带向儿郎，我就一日不搬了。四父，咱家君姑这脾气是谁也拗不过，天大地大，子嗣为大，只好继续委屈四父一家，住在后院啦。只要地父以后莫要后悔就好。我早听说四父喜争强好胜，今日可真让我亲见了。咱们这当女人的呀，该示弱还是得示弱。要不是四父将袅袅逼得太过，他又怎会反过来替我出主意，和你争夺主屋呢？此事与袅袅何干系？袅袅资质平庸，四父就是想打磨得再紧，也无法成器呀，还不若放任自流。依我说呀，这养女儿可不是领兵打仗，不能操之过急，得因材施教。泱泱好学，便能学些圣贤典籍；袅袅善变，便得教些妇人手段。当然了，这袅袅又不是我亲女，我在这儿瞎操的什么心啊？我这再操心，还能越俎代庖，超过你这亲生母亲不成？城使萧元一听诏。制诏校尉城使，朕闻贤可兴国，建国当风。城使深植忠孝，屡立战功，度封关内侯，采邑取陵，10邑500户，以彰功绩。臣接诏谢恩。麒麟侯请起。麒麟侯，可喜可贺呀！劳烦城使了。老头子，老头子保佑我们呐！咱们大郎有出息了，成了将军，封了侯了，喜事真是天大的喜事呢！君姑，可不止这些呢。我听闻圣上还享了续伯许多田地呢。大哥光宗耀祖，我们为您也甚是高兴啊！这都听完诏书了，怎还不回房？一会儿吹风着凉了，害得君姑又要为你担心。哎呀，你心腹说的对。哎呀，二郎啊，二郎啊，你要有大郎、三郎一半的出息，阿母也能闭上眼去见你阿父了呢。阿母，我们3兄弟啊，为这个家操心最多，功劳最大的就属二弟了，你怎能说他没出息啊？二弟，你平日里最喜欢读书，这次圣上
上了许多书帛，你去挑挑，可否有喜欢的？多谢大哥。大郎啊，你二弟待你孝顺我，你就送他书帛。那儿啊，阿母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你是不是多留些给阿母啊？自然短不了阿母的，金银细软都归阿母。跟阿母说说，圣上都赏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可多了，那些宝贝呀，寻常你别说我见了，就是连听我都没听说过呀。那一台台打我身边经过，多得我眼睛都不够用哦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带我亲自去看看。好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可听闻圣上赏了人万将军一套大宅子呢。是。啊，正是。不过万兄说了，他现在这个宅子将来给咱们家住。阿母啊，到时候你就住万老夫人如今的居处，而以元一就住原先万将军的屋。往日里我去万将军府，对那宅子就心生欢喜，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竟能住进去了。地府就不用去了。你不是说生不出大胖小子，就在主屋住到老吗？既然主屋这么利你，你可得好好住啊，住到死。你放心，没有人去爱你仔细，就连二弟也和我们一起住新宅子，绝不会妨碍你。军姑，军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啊，做什么主？义父所求的不就是今日吗？这主，老神仙已经替你做过的，别忘了你可在老神仙面前立过誓的，是吧，君姑？啊，是的，赶紧啊！对，是赶紧的去瞧瞧圣上赐的宝贝啊！走，二弟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大哥，哎呀，多谢大哥。哎，来，看你可否有喜欢的。哎，你快说说皇上都想了些什么样的事情？哎，走，咱们一起去。走。哎。真受伤了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进，你不能进，女公子在认字呢。洪少商，我可真是小觑了你啊！你竟心机深沉至此，你假意帮我，无非是想麻痹我继续留在主宅。你甚至不惜诋毁你的生母啊！这就怪了。二叔母是为了陈家子嗣不肯搬离主屋，而我是为了妻阿母，咱俩你上房，我搭梯，为何只责怪我一人？我知道你这些年怀恨在心，才故意使计来离间我们二房。世伯命你二叔搬去新宅，却单留我一人在此，这定是你们母女挑唆的。二叔父腿脚不利于行，阿父想着新宅扩大，家居可摆放的空旷些，以免二叔父磕着碰着，那是好心。你少狡辩！我立誓不身处子嗣，绝不搬离。可现在你们将你二叔搬去了新宅子，我一个人，我跟谁生去啊？我自古都是母鸡生蛋，公鸡死产，女人生孩子要男人有何用啊？你说谁是鸡啊？那男人，我跟你个才鸡鸡的丫头，我说不清楚。你也别得意，你跟你阿母无非是命好，有续伯利的功劳傍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若是命好，怎会在襁褓里就被留下？自小就无双亲庇佑。我若是命好，又怎会被二叔母丢在乡下庄子里，病得人事不知，险些丧命？
二叔母觉得我阿母命好，无非是因为阿父身体康健，二叔却身有残疾。可这些年，二叔对二叔母也是事事唯你是从，你怎就不知知足二字？唯我是从，那是他没本事，他窝囊。若非他窝囊至此，无法担起这一家之主，我又何至于在此受你和你阿母的嫌弃？就这么一个瘸子，你就你们程家把他当宝。郑夫人竟当着你公子的面如此数落郑老爷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他是被袅袅激将的口不择言了。女君是说你公子是故意的？带几名武婢去主屋。是。程，你也算个男人！看着你妻子受此屈辱，你竟一言不发。不如我将我这裙袍给你，你穿出去给你的兄长们瞧瞧，可好啊？读书不成，做官不能，还是个跛子。你还能做什么？你还能做什么？我怎么那么没德？我就成了你这么个懦性的够了！你若愤愤不平，大可以回可家去。兄长会多与你进言。休想！我家时你程家困厄交加，现下兄长飞黄腾达了，你竟想弃了我？休想！你若早前叫我回娘家去，我倒竟有几分胆略。怎么？一辈子软骨头的窝囊废，旭博得胜归来，你都长了毛的胆了，你敢跟我顶嘴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不要想！这个窝囊废，你知道住手！给我撒开！萧元义，你敢打我？今天我不光要打你，还要休了你！休想！当初程家穷困，全靠我们葛家。那又如何？如今程家势大，葛家势弱，我想打你便打你，想休你便休你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你看，我阿父
对程家有恩。什么恩？资助粮草吗？县里乡里哪家大户不曾献过？我们护卫乡里周全，使得众乡亲不致沦落刀枪战火之中，保全了多少阖家性命？不就出些粮草财帛吗？也算是恩德。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三心二意、愚蠢不堪的妇人，也就是二弟仁厚才容你至今。你以为都是你的功劳，他怕你吗？我们3日之后就搬家，你就乖乖的在此地等着葛家来接你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竟要通知我娘家休了我？你不是几次想改嫁都嫁不成吗？我不过是助你一臂之力而已。我知道你这么对我，无非是要为你女儿报仇。可我并未加害过她，是她自己不争气。你恨错人了。我萧元一从不轻易恨人，也绝不会恨错人。你记恨不心，日劳心浊，我又怎会不管不察放纵了你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清清楚楚。你这10几年对袅袅做的事，我全都知道。那你又能拿我如何？大不了我带着泱泱回娘家去。想得美！泱泱现在是程家子，自然就是程家的人。但你得走，我需让你知道，当年你假托老神仙之名，逼我抛下袅袅时，我心里的滋味。这位小公子，哎呦，君姑，可是让老神仙说准了，君姑千万记住了，老神仙可说了啊，须得留下此胎孩儿，方能保君姑安稳度过此劫。不能忘。不忘。江湖术士的话，你也敢往阿母面前递啊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旭伯出征在即，不舍得孩儿也是人之常情。正好了，四父新生产，身子虚弱，不若让四父和小公子一起留下来。这样一来，四父既可照顾了孩儿，又能应了老神仙的话，让君姑安稳地度过此难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已经妄想拆散我们夫妻，谁也不会留下。我们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。那阿母呢？阿母就不是你的家人吗？你就舍得阿母的命吗？老神仙说了，今年我逢遭血光之灾，必须留下主这胎，方能挡煞。哎呀，你个不孝子，你分明是要我的命嘛！哎呀，我白白的养活了你们兄弟几个呀！老头子，我活不了了！阿母，那分明是江湖术士的谎言，无稽之谈。哎，这老神仙算的可准了。老神仙说四父定一举得难，岂不是应准了？对，准了。算得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宰了他，看他能不能算出自己的一劫。将军，刚得军令，孤城危矣，需得将军紧急前去救援。什么？圣上刚下军令，即刻整军1个时之后出发，出使孤城，驰援火候。你走也可以，必须留下这胎孩儿，否则从我身上踩过去。君姑，云姨，君姑方才说什么？只有留下孩子，才可替君姑挡过这一劫。对，对，还须得是这胎的孩儿。对，这胎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留
女儿是龙凤胎，女君还生下了一位女公子。我把女儿留给君姑，便是我们夫妇给君姑尽孝了。我带儿子走。将军，祸是危急，不可耽搁，即刻启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出此屋半步。是。二叔呢？家主陪着呢，女君放心。多派些人看着葛氏，眼下就要迁居了，别让他坏了我们的皇道正气。女君就放心吧，不是我瞧不起钟夫人，便是现在给他把刀子，他也舍不得自强。家门不幸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莫要喜形于色。女君说的是。若是他安分些，我自会留下这老宅，与他养老终身。如今看来，是用不上了。葛老太公，岳父大人，小婿对不住您。哪里，是我们亏欠了你呀！我们葛家对不住你。泱泱，见过外大夫、舅母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们泱泱长高了，要好看了许多。泱泱长得这般好，这都是亲家们照顾的好啊！哦，泱泱，舅母给你带了好多东西呢。泱泱体弱，二弟的腿脚又不方便，太公年迈了，就别站在这儿了。都赶紧进屋吧，太公。啊，对，老太公，请。啊，请。赶紧把他给我带过来。走。我呢，是可怜他年幼丧母，
教官过分了，我也知道他有好多不妥之处，但还是厚着脸皮把她嫁到了程家呀。苦了大家喽！这些年，诸位是多有包涵。今天，老夫特前来，太公赔礼啦！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老太公，清醒，清醒。阿父，阿父，明明是他程家对我诸多委屈。混账！女叔，自从你出事，君就对你是无所不依，何等的爱护，你可尽过一日的孝心，日复一日的胡闹惹事。如今君就已年届古稀，为了你冒着风雪，连日连夜的赶路，你尚无一丝愧疚之情。你简直是全无心肝。太公这般让我等汗颜。想当日我起事，若非太公粮草相助，焉能……将军，休提此事。这只有我女儿这等妇人，才整天把粮草这点事挂在嘴边。想当日，天下大乱呐！像我葛家薄有资产，而又无依仗者，那不过是恶狼口中的一片高鱼饵啊！亏得将军振臂一呼，我等乡民得以保全，有何可言谢的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老太公过谦了。十几年来，我是久居乡里，耳目闭塞呀。原本以为他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这脾气会慢慢的变好，可是想不到，据来人回报，他非但没有改正，反而是变本加厉。这算苦了你了，我没有教养好自己的女儿，反倒害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您别这么说，也有我的不是。原本他……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品性呢？本来做翁婿是最好的缘分，最后反倒害了你，使你志气消磨。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大家呀？哎，今天你就写休书一封，我立刻带着这孽障回去。去。不是说葛家人来了吗？老夫人定会携全家宴请的，怎么钮公子先回来了？人家一家人你侬我侬的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从前我觉得堂子倒霉，摊上这么一个拎不清的阿母，如今才知道，他的命是真的好。舅母这般疼他，众夫人嫌三娘子不是儿郎，没满周岁就丢给舅母养，这算什么命好啊？或惜福所依。堂子若和我一样，在家中长大，定会和二叔母一般，人憎鬼厌。他如今在外祖父家长大，葛家人把他当成掌上明珠，都不似我。大母不疼，二母不爱，还有个不怀好意的二叔母教养着，我才是命不好呢。全家人哪有不喜欢你公子的？你怎能自行离开呢？还没给葛太公问安呢，也未免太失礼了。太公又不是来走亲戚的，是来办大事的。我一小辈在旁做什么？看二叔父写休书吗？这些年二叔母可没少折腾我，难道我还要听太公对我这孙辈说对不住？不过今日之事，是我未想周全，今后会改，一定会改的。还是要跟我去给葛太公和葛舅母见安，免得让人等久了。
舅母带我回家吧，我想回家。傻泱泱，程家才是你的家，这里有你的父母，有你的家人。你也只有在程家才有前程。我不要前程，我要救父救母。阿紫，哎，进来吧。好。妹妹，给舅母问安。这是袅袅吧？这孩子看着就乖巧。来，快坐啊。我们家女叔他，阿紫别再说了，咱们两家比邻而居，有何不清楚？阿紫也没少吃过他的苦。可是后来他嫁入你家，轮到你受苦了。这下他被太公领回去，又得你受罪了。说起来也是我对不住你。泱泱，不要一听到别人非议你的母亲，你就觉得羞愧，把头低下去。我们受之父母的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发肤，还有你的品性。如果父母品性得宜，你就好好的学习，跟随；如果父母有所不足，你就引以为戒。记着，你的言行才是你身上最好的配饰。现在把你的头抬起来。都说男儿志在四方，那女娘难道就能永远依附父母而活吗？父母做不了你一辈子的靠山。只有你自己心智坚毅，才不去山倒海枯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像一棵大树般自立自强。你呀，以后要学到大伯母的3、4分，就无语了。为何都不喝老姜啊？舅母，尝尝这是我们家老姜，可好喝了。这袅袅可真是懂事啊。阿紫还是像当年般心胸宽阔，教出来的泱泱，自言行举止，端庄敦厚，哪像我家袅袅啊，被个。也不知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。这教孩子哪有来不及的？纵使孩儿们七老八十，只要为人阿母的尚有一口气在，就有责任教会他们。我们家泱泱呢，虽然人是钝了一点儿，但胜在他老实听话。希望妹妹以后千万不要嫌弃他。我从前就喜欢阿紫，阿紫教出的泱泱，我自更心中喜欢，怎会嫌弃？从今日起，泱泱就如同我亲生女儿般，绝不令她受半点委屈。
你站住！阿母还有何吩咐？不是说好了要去给太公请安吗？为何还是要回去？阿母不会真觉得太公是去歇歇的吧？若我现在去，怕是要撞见二叔母挨训了。难不成是阿母想去听墙根？要是如此的话，娘娘倒可以陪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抢着给葛舅母端烙酱？人家泱泱还在呢，如此出风头，置她于何地？我无非是觉得葛舅母说话中听，我喜欢这般性子的人，便就这么做了。阿母为何会这般想我？阿母就是瞧我不顺眼，恨不得从最坏处揣度我。在阿母心中，堂子敦厚，我却从不人善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心有算计。若非你平日里行事偏激，阿母也不至于误会。你若与你堂子一样，寻常柔淑勤勉，旁人想你，自然也就会从好处想。女儿愚笨，学不来泱泱阿紫。可我真是好羡慕她，自小就有葛舅母教养。我从小就没人教，哪里比得上？阿母不必生气，女儿倒有一法子。为了阿母的康健着想，这次以后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，多去看看十全十美的堂子。如此一来，你什么气都顺了。无碍，再刺头的兵我都能驯，不过就是个顽劣女娘。日后我自有办法，慢慢调教。陈少商，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早有成见之人，不如索性寡情一些。反正你既无至亲可依靠，也无挚友可分担，厌你之人比爱你之人多得多。没了葛氏，还会有其他人。不如对自己好些，对他人期待少些，活得才能更自在。因家母年迈，未能远送。哎呀，老夫哪有脸面再让老亲家远送啊？贤侄啊，你从小就好读书，家世不雅，你既有心继续求学，此去白鹿山，定学有所成。太公错了，实对不住。你呢，不要自愧残枝，也不要自愧年长。古来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才有成就，咱们比不了圣贤的成就，但是比比劲头总可以吧？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，返回故乡，一定要办一间学社，不论贫富，只要他肯读书，咱们就教。到那时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呐。承太公所言，程程定不负所望。阿父，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，家中杂物泱泱会学着打理。你阿母回葛家了，阿父也要远行了，从此便不能体贴照拂你。长嫂，泱泱性子软，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唤惯的，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还望长兄长嫂能够看顾一二，这样我去白鹿书院也能够安心读书。
二弟放心，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教诲养育的，定不让泱泱受半点委屈。泱泱，以后遇到事多跟你大伯母商议。你要记着，程家才是你的家。请舅母放心，我会的。孩子，日后要多听大伯父、大伯母的话啊。好了，常言道，送君千里，必有一别呀。大家请留步，告辞了。太公一路保重。拜托长兄长嫂，程程谢过了。谢礼，保重。保重。您不必太难过，您外大夫大母昨夜已经差人送信到白鹿山，待你阿父到了书院，自会有人照拂的。